电阻是什么呢？把电路想成一条水管，流过的水量就是电量，而1秒钟流过多少水量，这个水流的大小也就是电流。至于推动这些水往前冲的水压，就是电压。那电阻在哪里呢？想象一下，如果这条水管突然变窄了，水是不是就变得很难流过去？没错，这个让水变难流的障碍物，在电路里就叫做电阻。电阻顾名思义，就是阻挡电流流过去的一个元件。可是为什么要故意阻挡电流，让它顺顺的流，不好吗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用消防队的高压水柱去浇一朵花，花是不是马上就被冲烂了？电路也是一样的，如果电压太大，冲得太猛，你的手机或是电器里的那些零件，可能瞬间就会烧坏。所以电阻就像是电路里控制水量的水龙头，它负责把太强的电压控制在最安全的大小，让我们的电器可以正常运作。然而，只要凡是经过电阻的电流，它的电压就会下降。这里可以引出一个经典的定律——欧姆定律。欧姆定律的公式是长这样子：电阻等于电压除电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时电压上升，那电阻也会上升，而电流上升，电阻则会下降。电阻的英文是 resistor， 所以我们在写代号时会写 R。电压的英文是 voltage， 所以在写代号时会写 V。而电流的英文是 current， 可是它的代号不是 C， 而是 I， 它是取法文 RDCT 的 I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知道，电阻是一个有大小的值。那它的单位是什么呢？是欧姆。西蒙·欧姆是一位德国物理学家，因为他在19世纪发现了电压、电流与电阻之间的关系。为了纪念他，后人便将电阻的单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了电阻是负责控制电压的元件了。但你知道吗？要挡住电子，可不能随便拿个东西来塞，这就关系到了电阻的材料。如果我们拿一块塑胶或橡胶放在电路里，那不叫电阻，那叫绝缘体，因为电流完全过不去。它的电阻你可以当成无限大，但如果我们拿纯铜线，电阻又会毫无阻碍的过去，电阻值接近0，所以电阻的材料必须介于两者之间，能导电又没有那么好导电。市面上最常见的材料有4种，第一种是碳膜电阻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用铅笔芯的材质做成的，它的价格便宜，如果你去电子材料行买，可能几块钱就能买一整串。第二种是金属膜电阻，把碳换成特殊的合金，不太会因为用久了就产生杂讯，所以像是音响设备、精密仪器或是电脑主机板，通常都是用这种。第三种叫做绕线电阻，它是用一根细细的电阻率很高的金属线，一圈一圈绕在陶瓷管上。这种电阻的特点是耐用，它可以承受非常大的电流跟高温，就算发热也不容易坏掉。第四种是 SMD 电阻，又称贴片电阻，它的做法与前几种很不一样，是将特殊的电阻浆料印刷在一块小小的陶瓷基板上，可以直接贴在电路板表面焊接，所以体积极小，非常省空间。通常会出现在一些对空间有要求的电路上，像是手机、电脑等等。好的，我们认识了材料，我们接下来看看电阻的种类。固定电阻跟可变电阻。固定电阻顾名思义，它的阻值大小在出厂那一刻就决定好了，像是常见的色码电阻就是一个例子。第二种叫做可变电阻，它的电阻值是可以随时调整的。它的内部有一个滑动触点，我们称之为滑杆，连接在一条具备电阻特性的材质上。当你转动旋钮，这个滑杆就会在电阻材质上移动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懂了电阻的原理、材料跟种类。最后，我们来聊电阻的温度特性。你可能会以为一颗电阻标示多少值，它就永远是那个值。其实不然，电阻是会受到温度影响的。根据遇到热的反应不同，我们可以把电阻分成2种类型：正温度系数与负温度系数。什么意思呢？正温度系数就是温度越高，它的电阻就越大。通常一般的金属，像铜、银、金，都有此类特性。另一种则是完全相反的负电阻温度系数，它是温度越高反而越小，像是半导体材料、细根者都有这种特性。好的，今天我们从原理、特性、材料、种类、温度讲解了电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此更加了解了呢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一下，让我们能够更快的达到1000个订阅。这里是电子大小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